第26章苦修。八级崩。山巅小树林之间，清冷的喝声猛然响起，一道敏捷的影子在林间灵活跳跃，树林间密布的荆刺并未给他带来丝毫的阻碍。下一刹，影子突兀地在一株足有半公分粗壮的大树面前停下了身子，双脚一错，身子半斜，手肘猛地反轰在了大树之上。砰！一声闷响，木屑四溅，蜘蛛般的裂缝沿着肘击之处扩散蔓延。嘎吱，被一肘轰出了大半个空洞的大树发出嘎吱的摇晃之声，片刻之后终于是无力的轰然倒地。在大树倒下的时候，那道宛如灵猴般矫健的影子抢先一步退开了身形，然后轻飘飘地落在一块青色巨石之上。望着自己所取得的成果，萧炎清秀的小脸上满是欣喜的笑容。3个月以来，这还是他第一次成功用出八级崩这种玄阶高级的斗技，而这所谓能与地阶斗技相媲美的八级崩，也的确没有辜负萧炎的期待。仅仅是第6段斗之气所发挥出来的破坏力，便足以比上8段斗之气。初阶斗之气越到后面，升级速度越是缓慢。自从上次购买气圈药物之后，萧炎已经闭门苦修3个月，在第3个月的最后几天，萧炎这才在偶然间从5段斗之气跳到了第6段。3个月提升了1段斗之气，虽然这速度比起前面2个月似乎慢了许多，不过萧炎却是十分满足。想当年他可是足足修炼了大半年才从5段斗之气到达第6段，如今这速度已经很是恐怖了。发出了一记八级崩，萧炎浑身也是犹如被忽然挤干了水的海绵一般，酸麻的痛感不断地侵蚀着神经，手臂上的青筋抽筋般的轻微跳动着，那是用力过度的征兆。舔了舔嘴，萧炎艰难地微偏过头，望着自己的右手手肘处，那里已经一片通红。嘴角一裂，萧炎吸了一口凉气，苦笑着嘀咕道：难怪要经历那么严酷的挨打训练，不然这一击用出来断的不是树，而是我的手臂吧。这八级崩简直是在比谁的肉体更硬。全身乏力地躺在冰凉的巨石上，萧炎略微急促的呼吸也是缓缓地平稳了下来。不过身体中的酸麻感觉让得他再不想动一根指头。以萧炎此时的第6段斗之气，顶多只能够使用出一记八级崩，而使用过后他便会完全脱力，直到体力回复为止。萧炎仰着头，微眯着眼睛，懒懒地望着蔚蓝天空上飘荡的云朵，清风拂过，吹起一缕黑色头发拍打在额头之上。身体深处吸收了好几个月的筑基灵液，也是在此刻从体内各处角落悄悄地渗透而出，不着痕迹地修复着疲惫的肌肉与细胞，使得它们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给主人带去力量。老师，我还需要多久才能进入第7段？微闭着眼眸，萧炎忽然出口低声道：只要进入了第7段，那么他便具备了进入斗气阁找寻功法的资格。虽然现在的他已经看不上萧家的那些斗气功法，不过自己却必须具备这资格，因为这关系到自己父亲的颜面。一阵清风刮过，药老透明的身形出现在了巨石之旁，目光中带着笑意地盯着少年。药老先是打量了一下地上断裂的大树，微微点头，略微沉吟，笑道：你的修炼速度有些出乎我的意料，本来我以为即使有着灵液的帮助，你也需要1年才能进入第7段，或许是因为以前压抑得太过剧烈了吧，现在反弹起来你也更加的疯狂，照这进度2月之内一定能进入第7段斗之气。闻言，萧炎唇边扬起了淡淡的弧度，他很想知道那些在过去3年中对自己万般嘲讽的族人，当看见自己展现实力的时候会是何种表情。自己当日在大厅中对纳兰嫣然所说的话，又何尝不是在对他们所说。我萧炎3年前能创造奇迹，3年后我依然能。目光微微闪烁，萧炎想起半年之前那在大厅各种不屑嘲讽的目光中，少年那有些孤单的背影，倔强而执着。纳兰嫣然，我正在一步步地朝你爬过去，你静心等待吧，3年之后我们云岚宗见。嘴角忽然地挑起一抹桀骜，少年猛地跳起身子，仰头对着一望无际的天空大吼咆哮。望着那大吼的少年，药老微微一笑，
并未阻拦。人需要压力才会成熟，现在的萧炎天赋够了，需要的是一种鞭策的压力。纳兰嫣然的出现为他树立了最好的压力，拿它当做你的试炼石吧，强者的路你还有很长的距离。走，回家修炼。吼了几嗓子，萧炎小脸上的笑意更是开心了几分，跳下巨石，对着药老一招手，冷笑着对着山脚冲去。